男人脱掉裤子，正准备和女神来个鸳鸯浴，但下一秒他停了下来，女神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男人知道鞋子不能脱，女神已经急不可耐，但男人却提上裤子赶紧开溜，留下女神骂骂咧咧。原来鞋子一旦脱掉，他就会变回这鸟样。男人叫大壮，是个鞋匠世家，10年前老爸无故失踪，留给自己的只有一台老旧的缝纫机。直到这一天，一个老黑过来修鞋，这人极其嚣张，他要求大壮今天晚上务必将鞋修好。大壮知道老黑不好惹，于是抓紧时间完成任务。本就时间不多，缝纫机也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直接给整爆胎了。为了尽快修好顾客的鞋子，大壮只好翻出老爸留下的机器，很快就将鞋子修好了。大壮无聊地等待老黑，看着这么漂亮的鞋子，大壮心里顿时打起了小算盘，穿一下应该看不出来吧。于是他拿起鞋子就穿了上去。可当他抬头看向镜子时，发现自己竟变成了老黑的模样。大壮吓得不知所措，抓紧时间将鞋子脱下，再次来到镜子前，发现自己又变了回来。为了搞清楚原因，大壮再次试穿，自己又变成了老黑的模样，就连大钢牙都一毛一样。他意识到是鞋子的问题，于是拿出其他鞋子准备试一下。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，整个人激动不已。穿上之后看向镜子，发现还是自己的模样。大壮好像明白了原因，于是来到缝纫机前，将那双鞋子修了一下，再次穿上。下一秒，他竟变成了白胡子老头。于是他将家里客人不要的鞋子都翻了出来，在缝纫机面前一阵捣鼓。他一会儿变成黑人老大爷，一会儿又变成了白人壮汉。接着大壮又穿上了一双鞋，下一秒男人变成了女人，第一件事却是先看看自己的小兄弟还在不在。就在刚刚，大壮拿起一双红色高跟鞋，他想试一下穿上女人的鞋子会变成什么样。接着开始在缝纫机前一顿捣鼓，穿上高跟鞋来到镜子前，自己竟然真的变成了女人。接着他环顾一下四周，然后检查小兄弟是不是也变了，简直太神奇了。大壮想变成谁都可以，你也想拥有这个能力吗？从此以后，男人外出总会带着各式各样的鞋子，想吃霸王餐了就假装去卫生间，然后换了双鞋，瞬间变了个人。这把服务员整得一脸懵逼，甚至还变成老黑的样子，抢走富豪的鞋子。富豪被整懵了，见过抢钱的，第一次见抢鞋的。大壮成功变成富豪的模样，顺走了富豪的跑车，体验一把有钱人的速度与激情。大壮虽然有些顽皮，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孝子。由于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，大壮总会按时按点回家。他问母亲，假如给你个机会，你会要什么样的愿望？母亲却说想和你父亲一起共进晚餐。大壮告诉母亲，明天一定可以见到老爸。接着他就翻出老爸的鞋子，开始捣鼓了起来。第二天，母亲盛装打扮，静静等待爱人的回归。果然，老爸慢慢地推开了门，10年没见面的夫妻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他们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。第二天，母亲微笑着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原来老爸一直是他心里最大的执念。可大壮现在非常窘迫，甚至连一块体面的墓碑都买不起。邻居二黑非常贴心地来安慰大壮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差点让大壮走上不归路。扶丧期刚刚结束，店铺正式营业。老黑找到大壮，由于好多天没拿到自己的鞋子，老黑非常不满意。尽管大壮将原因说明，老黑还是不依不饶，甚至问候了他刚去世的母亲。大壮愤怒了，老黑触碰到了他的底线，于是以老黑没带票据为由，拒绝将鞋子拿给他。老黑气得脸都绿了，没办法，老黑只好气冲冲地离开。大壮知道老黑是个狠人，害怕老黑报复他，于是变换不同的人，跟着老黑闯过大街小巷。不管老黑走到哪里，总会有一个身披红色小围巾、手挎一个大背包的男人跟着他。男人拿出一根大电棍，二话不说朝自己手上插去，男人瞬间被电得倒地不起。就在刚刚，大壮变成一个小胖子，一路尾随老黑来到他的住处。看到老黑离开了，他又变成老黑的模样，成功潜入老黑家里。他在这里翻箱倒柜，很快就翻出一个大箱子。大壮急忙打开箱子，在这里他看到了一套枪械装备。要我说，大壮是真的有点憨啊！好家伙，拿出一个电棒，二话不说先自己试试威力，直接给自己电晕了过去。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大壮醒来看了一眼时间，卧槽，完犊子了！换上鞋子，抓紧时间跑路。门刚刚打开，就碰到一个大惊喜。老黑看了一眼大壮，他以为见到自己失散多年的胞弟，上去就是一拳，把大壮按在墙上就是一顿摩擦，眼看就要被老黑送走。关键时刻，电棒救了他一命。大壮将老黑五花大绑，还用臭袜子塞在老黑嘴里，然后变成小胖子询问老黑手表在哪。可老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一个小黑胖子咋能让他屈服？紧接着，大壮变身一个女装大佬，看着大壮的模样，老黑瞬间吓尿了，直接交代了手表的位置。大壮非常顺利地拿到了手表，但老黑的小弟找了过来，没办法，大壮只好代替老黑和小弟一起出去。小弟将大壮带到一栋豪华别墅，在这里他见到了最大的地产商花姐。大壮非常惊讶，花姐要求大壮将开发区的钉子户解决掉。大壮心想，反正我只拿钱又不出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大壮拿钱回到家中，一开门，老黑直接给他一个大惊喜。
起，老黑上来就是一拳，直接给大壮干倒在地，紧接着掐着大壮的脖子，准备送他去领盒饭。危急时刻，大壮将鞋子脱掉，瞬间变回原来的样子，这直接给老黑吓懵了。回过神的老黑一把抓住大壮的脚，大壮慌乱之下只好使出一招驴蹬腿，万万没想到高跟鞋直接插在了老黑大脖子上，老黑就这样领了盒饭。大壮被吓得不轻，抓紧时间跑路。第二天醒来，大壮良心不安，于是来到警局自首。他说我杀人了，用一只红色高跟鞋。于是警察跟着他来到老黑家里，在这里什么都没发现。大壮描述着昨天发生的事情，可警察却一脸关爱神经病的表情。回到家里，包包和鞋子竟神奇地出现在柜子上。大壮打开一看，东西全部都在。大壮受不了良心的谴责，于是准备将钱还回去。就在这时，好邻居二黑出现，还阻止了大壮的行为。可大壮并不领情，一把推倒二黑。大壮化身老黑女友来到花姐办公室，将钱放在桌上，并告诉花姐，老黑赶不走钉子户。可花姐一眼就看出他的异常，手下一拳将他打晕。就这样，大壮被装进了后备箱。幸运的是鞋子还在，于是大壮换上了那双死人鞋。司机一回头，直接被吓尿了，车子撞向了一旁的房子，大壮成功逃脱。他决定帮助老人。大壮找到老人商量计策，他们想先让老人搬出去，可老人态度非常决绝，我绝不会搬走。于是大壮穿上了老人的鞋子，找到了花姐，告诉她我会搬走，但我需要20万。花姐坚信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儿，于是当场答应。可到了交房的时候，老人并没有搬走，并告诉花姐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是不会搬走的。于是花姐开始威胁老人，如果你不快点走的话，我会将你连这房子一块烧得精光，然后派人找到你女儿并干掉她。就在这时，老人身后出现一大群人，原来是电视台的人，他们把花姐的行为曝光出来，最终花姐身败名裂。故事的最后，邻居二黑找到了大壮，并告诉大壮了一切，他其实是大壮老爸，他并没有离开，而是换种方式守护着大壮还有他的母亲。故事到此结束，关注我，带给你不一样的电影体验。